新婚夜，老公破天荒提出 AA 制，妻子先是一愣，随后爽快答应：“行，就按你说的这样，明天我们就 AA。”老公心里乐开了花，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刚睁开眼就愣住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秦心，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，从小学习成绩优秀，是父母眼中的骄傲。然而，在恋爱这条路上，她却走得并不顺畅。父母看着身边的朋友的孩子一个个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心中难免焦急。他们开始劝说秦心去相亲，希望她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。秦心原本对相亲抱有抵触心理，她觉得这种方式太过功利，像是在市场上挑选商品一样。但是当她看到身边的一个同事通过相亲找到了幸福时，她开始动摇。她渴望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希望找到一个能与自己相知相守的人。于是她决定听从父母的建议，去尝试相亲。秦心每到周末都会去见父母为她安排的相亲对象。然而经过几次的连续相亲，她发现找到一个真正合适的人并不容易。很多人都是抱着将就的心态来相亲的，这让她感到失望。她开始怀疑相亲这种方式是否真的能找到真爱。就在秦心即将放弃的时候，她遇到了朱浩。秦心发现朱浩是一个善解人意、体贴入微的人，他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一种成熟稳重的气质，让秦心感到安心。他意识到朱浩是他相亲中唯一一个让他有好感的人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朱浩对秦心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他每天开车接送她上下班，陪她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。他的真诚和细心打动了秦心的心，他渐渐地接受了他。最终，两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新婚之夜，朱浩与秦心的房间里，灯光温暖而柔和。朱浩坐在床边，深吸一口气，鼓足勇气向秦心提出了 AA 制的想法。秦心，我想和你商量件事。朱浩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秦心正低头整理着婚纱，闻言抬起头，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。什么事呀，亲爱的？朱浩咽了口唾沫，缓缓开口：我想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实行 AA 制。秦心微微一愣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他微笑着问：AA 制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以后的开销都要平摊吗？朱浩点点头，解释道：是的，我觉得这样更公平。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，没必要让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。秦心轻轻皱起眉头，似乎在思考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爽快地答应了：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想法。既然你觉得这样更好，那我们就试试吧。朱浩没想到秦心会这么轻易就答应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感激地看着秦心，觉得自己的妻子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然而，新婚的第二天早晨，朱浩却愣住了。他发现秦心竟然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到了次卧，甚至连衣物和化妆品都搬了过去。秦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朱浩不解地问。秦心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你不是说要 AA 制吗？那我们就各自住各自的房间吧。朱浩一时语塞，他没想到秦心会这么认真地对待 AA 制。他试图解释：我说的是经济上的 AA， 没有说分床而睡。但秦心却坚持己见：不，我觉得这样更好。我们既然要 AA 制，那就要彻底一点。朱浩无奈，只好妥协。他心想，也许这只是秦心对新生活的一种适应方式吧。然而，接下来的2天，
朱浩越来越觉得无趣。他发现秦心不仅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了次卧，就连做饭都要让他给钱。每次他回家想吃口热饭，秦心都会拿出账本，一笔一笔地算清楚食材和水电费，然后让他付钱。朱浩觉得这种生活简直像是一场闹剧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提出约制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周末，朱浩的妈妈打电话来，让他们过去吃饭。朱浩满心欢喜地答应了，并让秦心赶紧换衣服跟他回去吃饭。然而，秦心自顾自玩手机，并说出一句令他后背发凉的话来：我们现在是 AA 制，各自管好自己母亲就行了。朱浩惊愕了，他觉得自己和秦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他试图说服秦心，我妈只是想见见我们，一起吃个饭而已。秦心却不为所动，AA制就是这样，我不想和你妈有过多的接触。朱浩无奈，只好一个人去了妈妈家。他觉得自己像个被抛弃的孩子，心里充满了失落和孤独。晚上回到家，朱浩发现秦心已经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并且把门反锁了。他站在门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轻轻敲了敲门，试图和秦心沟通。秦心，我们谈谈吧。但秦心却冷漠地回应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AA制就是这样，各自过各自的生活。朱浩的心彻底凉了，他觉得自己和秦心之间的婚姻已经变得名存实亡。他开始后悔当初提出 AA 制的决定，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，也失去了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夫妻俩就这样 AA 制生活着。转眼半年过去，这天，朱浩接到母亲电话：小浩，你和秦心什么时候要孩子呢？一听母亲提到这个问题，朱浩慌了。这半年来，秦心一直和他分床而睡，根本没机会要孩子。他觉得找秦心谈谈，然而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秦心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让朱浩意想不到的问题：你觉得我们生孩子应该怎么？朱浩愣住了，他没想到秦心会提到这个问题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不能简单的给吧。秦心冷笑一声：你说的对，生孩子没法女人承受的痛苦太深了，而男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因此这辈子我也不会给你生孩子。朱浩听了，心里一阵刺痛。他明白秦心这是在用生孩子的事情来惩罚他，让他尝到 AA 制的苦果。朱浩后悔不已，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做父亲的机会，也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。他下定决心要撤销 AA 制，重新挽回秦心的心。他低着头，懊悔地对秦心说：秦心，我错了，我撤销 AA 制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秦心红眼睛看着朱浩，声音哽咽地说：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撤销 AA 制意味着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朱浩坚定地点点头：我想好了，我愿意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努力。AA 制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们不能让它毁了我们的婚姻。说完，他毫不犹豫交出自己的工资卡，郑重地放到了秦心手里。以后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你来管。秦心听了朱浩的话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知道朱浩是真心悔过，也愿意为了他们的未来而努力。他声音颤抖地说：我也愿意重新开始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从那天起，朱浩和秦心撤销了 AA 制，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。他们相互扶持，相互理解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他们一起做饭，一起打扫卫生，一起照顾彼此的父母。他们的婚姻生活变得越来越甜蜜幸福，
在繁华的都市中，李浩和王丽是一对年轻的夫妻，他们结婚不久，都是职场新人，面临着生活的各种压力。为了更公平地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，他们决定尝试婚姻中的 AA 制。朱浩和秦心的婚姻生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天之后，他们仿佛回到了初恋时的甜蜜，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温馨的互动。朱浩为了更好地照顾秦心，开始学习烹饪。虽然起初他的手艺生疏，但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尝试着新菜谱，只为了给秦心一个美味的晚餐。而秦心也总是在一旁鼓励着他，尽管有时候菜肴的口味并不尽如人意，但他总是笑着说：“这是你做的，就是全世界最美味的。”他们也开始一起参加各种户外活动，比如徒步、野餐和露营。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，更加深了他们的默契和信任。在这些户外活动中，他们分享了许多美好的时光，也一起度过了不少难关。每一次的挑战都让他们更加确信，只要彼此携手，就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婚姻生活越来越和谐。朱浩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，而秦心则在他的领域里逐渐崭露头角。尽管两人的事业都越来越成功，但他们从未忽略过家庭的重要性。有一天，秦心突然对朱浩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”朱浩听后，紧紧握住了秦心的手，深情地望着他：“我也是，能和你一起走过这一生，是我最大的愿望。”不久后，秦心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欣喜若狂。他们开始为新生命的到来做着各种准备。朱浩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，希望能为即将到来的宝宝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孕期中，朱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秦心，无论是饮食起居还是情绪疏导，他都做得尽善尽美。秦心也在这个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朱浩的爱意和责任心。终于，在漫长的等待后，他们的宝宝出生了。那是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孩，他们给他取名叫朱子轩。小子轩的到来让这个家庭更加充满了欢笑和温馨。朱浩和秦心在育儿方面也是齐心协力，他们共同研究各种育儿知识，只为了给小子轩最好的成长环境。随着子轩一天天长大，他开始学会了走路、说话。每一次的成长都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骄傲。在小子轩3岁那年，朱浩和秦心决定带着他一起去旅行。那是一次难忘的家庭旅行，他们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，品尝了各地的美食。小子轩在旅途中也表现得非常懂事和独立，这让朱浩和秦心更加坚信他们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。旅行结束后，朱浩和秦心决定为小子轩报名参加一所优质的幼儿园，他们希望小子轩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，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朱浩和秦心的婚姻生活越来越美满。他们不仅在家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还在各自的事业上不断攀升新高峰。他们的故事在亲朋好友间传为佳话，成为了许多人羡慕和学习的典范。每当回想起那些共同走过的岁月，朱浩和秦心都会感慨万分。他们深知婚姻并非一帆风顺的旅程，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，相互扶持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正是因为有了彼此的陪伴和支持，他们才能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。如今，
朱浩和秦心已经携手走过了许多个春秋，他们的爱情依然如初般炽热和坚定，而他们的家庭也越发幸福美满。在小紫萱的陪伴下，他们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美好人生篇章。而这段美好的婚姻生活始于那个决定重新开始的瞬间。朱浩的悔过和改变，以及秦心的包容和支持，共同铸就了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这是一个关于爱与成长、信任与扶持的故事，也是一段值得永远珍藏的美好回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